欢迎来到端光先中岛天赐声音第7季，我是陈欢。OK， 欢迎一下我们的音乐合伙人们。我们这一期哦有7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欢迎音乐合伙人金城。哇，好仙儿啊！金城来到天赐什么感觉啊？突然间我就觉得我来干什么了？就是虽然很紧张，但是我还是挺想要突破一下。好的，欢迎你。让我们欢迎音乐合伙人刘雨欣。特别开心啊，而且可以见到这么多这个音乐的伙伴，然后分享一首新歌给大家。让我们欢迎音乐合伙人李佳薇。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因为其实上一次来是盛典，然后这一次是第一次进棚来录影，我觉得很开心哎，然后很兴奋。好嘞，让我们欢迎刘端端。端，哎呀，端，特别高兴来到天赐啊，因为今天呢，这个歌呢比较沉重一点，所以呢现在呢就先让自己进入到这个沉重的这个心情里面。但其实呢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来到这儿会看到特别多特别熟的朋友，跟朋友在一块儿很开心啊。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7组音乐合伙人，通过先声夺人的方式呢，决定各位的出场顺序。本期的推荐金曲呢，将以荣耀唱片的形式登上我们的荣耀墙。前面的5期金曲唱片已然正式登墙，也期待着这一期金曲的诞生。天赐的声音第7季采用逐轮对决、胜者首列的车轮战模式。前一组演唱结束后，下一组登场发起挑战。由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待定金曲。之后每一组登台都将挑战上一轮的待定金曲，直至决出最终的推荐金曲。天赐健康贵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7季，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大家好。在我们各位音乐人登上我们舞台之前呢，请大家拿起身边的东阳光鲜虫草，为自己的身体注入能量。东阳光鲜虫草真鲜滋养，期待着各位在舞台上的大放异彩。此刻，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1组音乐合伙人登场，他们是欢迎欢子、李佳薇，加油！佳薇老师，嗨，黄老师，又见面了。对，非常有压力跟你们唱歌，哎，不要这样子，真的实力派啊！这个绝超级实力派。你要当谁是助理啊？你这样子，我的名声人家一说跟李佳薇唱歌很有压力，这样不行。OK， 哇，这次我们带来的歌曲是一个傻子。一个傻子。一个傻子这首歌讲的是看着爱的人和别人在一起，就是说那种心酸和无奈。其实事实上是没有傻子，只是心甘情愿，心甘情愿，对不对？对。这首歌蛮特别，是它就直接告诉你，我就是宁可做一个傻子。我知道可能跟你没有结果，但我还是想要尝试。其实我们这一次设计有点是双主唱的感觉。既然来到了合唱版本，我觉得能不能有一种比较对话感？所以整首歌我们都是以一个 key， 就不会有男女生分 key 的那种割裂感。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是情绪是连贯的。你觉得 OK 吗？那你觉得唱的不舒服还是？我还再练练。因为佳薇老师她是唱将派的，所以她抠很多细节。刚刚那个第一个比较好听。而且他的高音，他的唱功在业内都是非常受认可的。所以呢，我跟他合作起来，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压力的。这种压力其实是想把它唱好。我们再试一遍吧，我们再练一遍吧，我们再练一遍。虽然它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但相信花时间去打磨，行吧？我们这首《一个傻子》一定 OK， 加油！
不管结果如何，上场之前状态要先备好，每日先虫草，吃出好状态。就让我做个傻子好了，也许这样就不会心痛了。然后他比他还要快乐。也许没有人注意到我，看你被他亲吻到虚脱，还在幸福的笑着，全世界烟花为你们绽放着。看周围人全沦为配角，连鸟儿都轻唱着赞歌。太深定比天使快乐，就算现在死都值得。如果我可以变成他就好了，这样的话你也就会只属于我。我就再也不用像个卑微的偷窥者，你也只能心甘情愿地爱着我。可是事情都没有如果，有头明显的你怎会在乎我？为何我知道的东西这么多？就让我做个傻子好了，也许这样就不会心痛了。然后他比他还要快乐。如果我可以变成他就好了，那就好。这样的话你也就会只属于我。我就再也不用像个卑微的偷窥者，你也只能心甘情愿地爱着我。很傻，無需你許可，是一種擁吻你幸福的度過，逃離現實，我像笑話，何不看清楚？得不到的人，再都為何？祈求明天分手會想起我，傻人論冠軍都屬於我。今天不值得，也許明天不快樂。當年我們當時那首歌，可惜事情都沒有如果，如同明星的你怎會在乎我？為何我知道的東西這麼多，就讓我做個傻子好了，也許這樣就不會心痛了。然後他比他還要快樂，然後他比他還要快樂。
首先欢迎一下李佳薇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第7季。大家好，哇，很开心。哇，这一次跟欢子的合作感受怎么样啊？其实我蛮兴奋的，因为这是一个合作的舞台。我觉得每次的合作都会碰撞出不一样的感觉。我每次在耳机里面跟欢子老师说，我在耳机里面听到你声音是很苦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惨的，然后就觉得我要更惨这样的。其实不是，我听那个钟伟哥的声音才是最惨的，那是最惨的，那是那个惨之惨这样。刚才其实这首歌里面我们还听到了惊喜哦，就唱着唱着好像突然有了粤语那一段歌词。对，没错没错。在改编的时候，就是咱们就是想把这个歌有一点层次感，想了好久，我跟他商量，要不你来一段粤语吧。哎，对，给我们重现一下那个粤语版的清唱，好不好？哦 ，OK， 好，我们感受。愛過了你是有法沒有過，要放棄你下決心又再拖，一早知道愛是沒如果。哇！佳薇一开始她那个清唱出来，真的就是把全场人的耳朵都抓了过去。我觉得她的声音的厚度啊，跟那个沉稳性啊，是非常的具有 power 跟力量的。然后再加上欢子在后面推波助澜，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可以收入大家的歌单里面，很棒哦，谢谢。好，接下来我们交给我们建音团的各位老师，首先有请光光。原曲《一个傻子》在全网情感类曲目中拥有极高的长尾效应，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播放量累计突破30亿次。李佳薇展现了超强的声乐机能，尤其在副歌部分，音准偏差值控制在15音分以内，气息支撑时长超越同类女歌手平均值，深刻诠释了痛彻心扉的宣泄感。欢子的表现同样惊艳。此次演唱中真假音转换的流畅度提升了30%，低音区的颗粒感与李佳薇的高音形成了较好的频响互补，两人和声部分的融合度评分高达9.2分，成功将个人特质转化为集体张力。这是一次技术与情感双重达标的高质量舞台。好，谢谢光光。我觉得对于欢子而言，我们都特别高兴你在这个舞台上的这种转变。刚才光光说了一句特别厉害的话，他说你的这个真假音的这种转换的成熟的度提高了30%。我觉得就是这3个舞台能够有一个大踏步的进步，这个对你来说应该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觉得你在越来越适应，就是当下的流行音乐应该怎么去表现。谢谢。其实对于佳薇而言，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你这样的被称为铁肺的歌手，他是只会唱高音的，或者说那种强劲的高音是你的标签，你唱什么都去唱高音。这个对你来说，自己是怎么看待这种评价和批评的？其实这个高音的标签从我出道开始一直贴在我的身上。确实，我们歌手是需要舞台的。我要怎么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在半首歌甚至几分钟的时间认识我、记得我？那我一定要拿出最能让大家记得的。那让他记得之后，我可能就要慢慢的通过一首一首的作品，让大家看见说，哦，原来李佳薇不只是有高音。我到现在没有那么困扰了，因为大家不会因为觉得我唱高音而讨厌我。我觉得随着一个时代审美的变化，其实我们对高音的演唱方式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有追求平衡的高音、撕裂的高音、抑制的高音，当然还有金属感的高音。实际上，这些都是不同的对于高音演绎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今天佳薇在高音的演唱上，其实做了非常多不同的细致的表达。我觉得这个非常棒。谢谢各位老师。但这个舞台大家已经享受过了，我们先把掌声送给欢子，送给佳薇，谢谢二位的精彩演绎，稍作休息。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杨宗纬、姚小棠，加油！嗨，小棠，我们是第2次的合作了。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那是我天赐的声音，因为我自忘记了。
前年的时候我会好好的那个舞台，我觉得在我现在看来，我觉得还是没有完全放开的，是宗伟哥一直在引导我，所以有宗伟哥在我心里就踏实，这是我的定海神针。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爱给我，这样我才能大胆尝试，有更多的把握。原曲我认为它是比较性感，但是我们这次曲风呢比较 disco。这本原曲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吧。那个蹦，我们俩太极了，太棒了！这首歌也是很适合律动嘛，我希望那个舞台是可以躁动起来，然后我希望台下也躁动起来，对。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爱给我，这样我才能大胆尝试，有更多的把握。我要的也不多，你不要嫌我啰嗦，我只是十分害怕不小心与你错过。我们辗转几何，可结果又是如何？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你根本没爱过我，脑袋空白在此刻。我写了这首歌，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爱给我，这样我才能大胆尝试，有更多的把握。我要的也不多，你不要嫌我啰嗦，我只是十分害怕不小心与你错过，无处不在的难过，又是谁的过错？这次和你别过，你会不会快乐？这次我终于解脱，等到了这一刻，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好好学会得过且过。辗转几何，可结果又是如何？没有任何意义，其实你根本没爱过我，脑袋空白在此刻。我写了这首歌，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全是红色，全是红色。全是红色，全是红色。我真的没想到，因为宗伟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唱一些很苦情的情歌，然后唱到你流泪，唱到你心碎。我居然在现场听到 "come on" 这种词，我怎么就 come on 了一下子？宗伟哥，你怎么突然就嗨起来了？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跟那个宗伟哥那些舞蹈肢体上的互动，是你们特别有一些小小的设计在里面。其实我们一开始说要设计一下，但是我觉得以宗伟哥的实力不需要设计。哦，对，就是因为我经历了前年的时候，我跟宗伟哥唱《我会好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在舞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会比你更放得开，对，他打得开就是很打得开，对。哇，对，突然很想办演唱会。我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小唐嘛，是我的大点声好吗？对，小唐呢是比我小12届的师妹。对，我看过小唐的非常多的舞台，
然后我也看到小唐在各种的舞台上一点点的进步，一点点越来越优秀，真的是心里满满的开心啊！就是优秀的人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主要我身边也站着一个很优秀的。是的，所以呢，我想说说宗伟哥，终于我今天第一次就是在现场，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终于能够听到宗伟哥的歌了。我觉得这种听现场的感觉太美好了，真的，宗伟哥给我带来就是太震撼了。刚才我已经就是跟着2位的歌就一块站起来，开始兴奋，开始在那摇摆了。听歌这个过程中，因为我都站起来以后发现结束了。就是真的是没听够，而且就是确实啊，我觉得因为这首歌它的层次很丰富，2位老师的在短时间内要去完成这么多的切换，这舞台其实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就是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真的因为也是我觉得很开心，很不一样的氛围，很喜欢，所以说我会觉得说如果能更多更久就好了。其实从一开始，我跟小亮哥已经有一点被照的睁不开眼了。就所有的灯全亮了，然后连我们这些台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灯光的魅力，非常特别，在我心目中金曲。哎，我说一句啊，我上次看到小唐跟黄子的，是不是你们也有一个带那种的？总觉得他好像，但我觉得小唐今天的状态好像更就是你知道吗？对，就是那种。毕竟那是宗伟哥，哎呦，状态真是，哎呦，他也是2个唱双簧的，真的表示哦，不一样呀，就哎，你们还是好好等你们第7个上场，大家尽情压轴吧，压轴哦。接下来交给我们的建音团，有请光光。杨宗纬独一份的磨砂沧桑苦情嗓，使声线数据表现极为惊艳。他的仙气后声软启动咬字与强烈的情绪拉扯，使本曲情感颗粒度评分高达9.6分。姚小棠的表现亮眼，她的清冷破碎嗓音，甜中带着惆怅，与杨宗纬的声线匹配度达到99%。本曲时长为2分58秒，在本季天赐的声音竞演歌曲中时长垫底，导致整体篇幅局促，在张力拉满时仓促收尾，尽兴感大打折扣。我想听一下无伴奏人声。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爱给我，这样我才能大胆尝试，有更多的把握。我要的也不多，你不要嫌我啰嗦，我只是十分害怕不小心与你错过。我们辗转几何，可结果又是如何？没有任何意义，即使你根本没爱过我，脑袋空白在此刻。我写了这首歌，其实没什么舍不得，只是眼睛酸涩，全是红色。哇哦！其实这首歌有一个非常难的点，可以解析一下。因为这首歌本来的原曲呢，实际上是带着一点点说话的口音的，比如说把你的心给我，把你的心给我，这个我字，然后它本身就带着给我这样的感觉，它很容易就变成把你的心给我，就没有这个味儿了。小唐的声音呢，是属于有一种微醺感的吸引力，那宗纬哥的声音呢，是慵懒的暗潮涌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用了一种有一部分还原原曲的演唱的方式，然后又增添了一点自己的音色和表达的意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谢谢老师。小唐，刚才我回头看了一下我们的嘉宾席，我后来发现你竟然现在是天赐资历最深的一位了，是不是？是的。哦，这样子的话，所以现在有点你的主场的感觉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现在在台上那种松弛感，我就想起来最开始你来到这个舞台上那种谨小慎微，特别怕出错，然后把每一个音都唱得非常完美，到今天这个松弛的状态，唱什么样的作品都有自己的味道和自己的感受，你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谢谢，太棒了！谢谢我们建音团的分享。此刻我们要在2个作品之间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我们建音团现场合一给出结果。我觉得别错过更好。
中场时刻补一口东阳光鲜虫草，随时随地新鲜滋养。好的声音也需要好的能量支撑。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别错过》。然后恭喜杨宗纬，恭喜姚小棠，谢谢二位，稍作休息。接下来向别错过发起挑战的是，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他们是欧阳娜娜、刘雨昕，加油！其实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认识的，对，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对，就这次算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在台上合唱，哎，对。我觉得这首歌是从一开始的沉默到说服自己，再到最后的宽容退场，其实是告诉大家不要在一种状态里面困住太久，要快速的抽离出来。我不难过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在演绎这个歌曲当中的同一个人的角色，但是又很像是两个影子，像左右，在对话，在对话，对，好像我们就是共享了同一个悲伤时刻的感觉，是的，对，还有些地方不熟，我感觉那个后面好像一句太多，找不到。你说分开的是不是？完全找不到地方。你觉得我们后面要不要不分那么碎？可以啊，好像有点忙不过来。后面，其实这首歌原本选定的时间就比较晚一些，然后在搭档上面呢，又因为有一些突发的情况，雨昕她真的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来帮我这个忙，所以其实我们练习的时间是不到24小时的。老师，谢谢，太晚了，谢谢。那就再下去练一下喽。主要是我和声要找一下，我前面和声我也要改，因为好像不太对。可能原本是2个 key 嘛，合并成1个 key 之后，其实我的和音和他的和音都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是临时的在现场现编这样。时间太仓促，压力非常大，但是只要是能够最终把舞台呈现到完整的表达，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样子。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我真的懂，你不是喜新厌旧，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回忆很多，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虽然寂寞这会是我最后的宽容。终于
是细心研究，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我走，让我开始享受自由。回忆很多，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我并不懦弱，你比谁都懂，虽然寂寞这会是我最后的宽容。抱紧我，再抱紧我，这一份感动，请你让我留在胸口。别再说是你的错，爱到了尽头，是非对错，就让它随风忘了所有，过得比你快活。真的懂，你不是细心研究，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不要再说，或许这是最好的结果，现在分手总好过你不为我一拖再拖。松开你的手，离开你左右，我向前走，这会是我真正的解脱。谢谢阿威给我们带来《我不难过》，掌声送给一下刘雨昕。回到我们天赐的舞台，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心来支持我。谢谢娜给我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次合作的机会啊！因为其实跟娜娜认识了很多年，对，然后第一次用音乐的方式交流，而且也第一次让我看到唱抒情歌的娜娜很不一样，很温暖。我觉得娜娜，然后因为以前然后听的都是小甜歌比较多，这一次有一首这样风格的歌曲，然后我觉得又解锁了一个新的她。对，然后雨昕大家都知道，然后都是唱跳比较厉害嘛。今天然后一首这样的歌，我觉得也是游刃有余的，而且两个人更多的，然后在这首歌里面是有很多的气声，然后在对，然后但是质感也不太一样，很棒，谢谢比比姐。其实燕姿的版本它在后面是更浓厚，然后更宣泄的。但今天我有听见你们的克制，但那种克制其实我觉得是治愈的克制。然后娜娜的声音好甜好甜，语感非常的好，我好喜欢。然后雨昕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的现场，我觉得无论是你在唱主音的时候，还是和声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尤其是有一段和声，你更多是比较多的厚实的假音垫在那个娜娜的主音下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虽然它是一首很经典、大家都很熟悉的歌，但是我不会觉得我听完以后会有一种任何的比较，我会觉得有一个新的感觉，它让这首歌有新的生命。谢谢陈琳姐。谢谢。其实经典是没有太有办法超越的，但是我只能说，在翻唱一首歌的时候，我尽量唱出我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诠释。孙燕姿的歌非常难唱，属于大家去 KTV 可能都觉得，哎，她的歌也不高啊，好像也没有什么炫技的段落，但是它难的是特别细致的那些情感表达。雨昕的 A 段特别的破碎，然后娜娜的 B 段，
用一种就是像光光说的治愈感的东西，但它其实也是一种破碎。在这个歌里面，其实表达到了我不难过这样一种明明很难过，却又强装着不难过的这种倔强。我觉得这是这个歌很难表达的东西。你们两个把这首歌吃透了，演唱出来，然后把所有的细节的表现用音乐表达出来，我觉得特别要表扬雨欣。今天这个舞台对你很匆忙，但是你发挥的非常好。谢谢老师鼓励。好，接下来要把我们的难题交给我们建音团的老师，在2首歌之间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喝雪碧，做个爽人吧。接下来有请声音鉴赏团代表公布合议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我不难过》。哇！让我们恭喜娜娜，恭喜雨欣，谢谢2位，稍作休息。让我们掌声有请金晨与可唯。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很久不见了，咱俩也1年了吧？1年了，对。但我们合作舞台已经有很多年了。第一次来到专业音综，心情非常的紧张，而且又知道我这次是跟可唯嘛，因为我知道他唱歌很好听，我就说你唱的稍微别太好。他说我一定要放开唱，我说没事儿，既然来了，我就展现我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就好了。这首歌其实是同一时空的一个人，我是过去的自己，他是现在的自己，我们2个会有一个隔空的一个交流，这个设定很有趣。对，你今天不跳一下吗？唱歌跟跳舞的气息完全是相反，是我怕影响唱歌啊。但是这么漂亮的舞台，我觉得也是可以有那么一些氛围的东西在。那我真的很期待，如果你能在我身边，那我就唱得更难听了，怎么办？不会，我尽量。期待。你好忙啊！我还这么多道具啊！关键我，对，你得喘。跳完舞之后，你的气息完全是不稳的，对我来说，这个是最难的一点。我这个窝怎么老是大实声？弱字给点气。倘若我心中的山水，哎，非常好，就这样。大喜呢跳过很多古风类的舞蹈，昨天晚上也拼命练了，所以我其实并不担心他在舞台上会有任何的紧张或者什么的。其实我心态还挺好的，既然来了嘛，就好好展现就好了。这次从演员转变成歌手，体验感如何？这是这个夏天最爽的体验了，看得出来非常享受这个舞台。是的，享受当下的自己嘛，用最佳的状态呈现最爽的舞台，做个爽人，活在当下。没错，来喝一瓶雪碧，透心凉，心飞扬，现在就爽起来！喝雪碧，活出你的爽。煮一池青花，蓝雾粉红霞，采竹回家。悠悠风来，美的散漫，一声家乡，把相思放下。十里桃花，在
最佳的年华，凤冠的珍珠，挽进头发，檀香拂过，玉镯弄轻纱，空留一盏芽色的清茶。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怎知那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风月花鸟一笑成缘了。十里桃花，带着的年华，凤冠等珍珠，挽进头发，檀香拂过，玉镯弄轻纱，空留一盏芽色的清茶。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怎知那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风月花鸟一笑成缘了。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怎知那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风月花鸟一笑成缘了。怎知那浮生一片草，岁月催人老，风月花鸟一笑成缘了。太牛了！哇哦，二位这个是有私交吗？是很早就有这个？对，其实我们之前参加过一个节目，然后我们共同奋战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小小的组合，然后去玩啊，去闹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有很多的默契。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舞台上我们2个人合作，还是蛮惊喜的。所以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既唱歌又跳舞，其实是不是给你建立了一些信心？没有哎。没有，反而就是因为我害怕我的气倒不上来，所以我就怕影响我唱歌，然后最后跳舞也没跳明白，唱歌也没唱明白，我就很怕这个。但是就觉得还是如果光唱的话，可能大家也不想听我一直在唱。有吗？不太可能啊。所以就说那个加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小亮点，但还好有自己的姐妹一起来完成这样一个舞台。他是很多，因为我有的时候有高不上去的时候，他就马上顶住了，然后我就很有安全感。我其实非常开心他能来跟我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在我旁边舞蹈的话，其实是对我们这个作品，就是从各个维度，无论是听看都是加分的，所以我很开心可以和他合作。有我们现场的女生想学一下这么唯美吗？就比如说有那个簪花的这种动作，就是天哪！哇呀，我的天哪！这个手怎么可以在这个位置的？这个我太会了，我每天晚上我挠都痒的不行。但我刚刚看宗伟哥的柔韧度不错啊，宗伟哥。然后嘞，跃跃欲试了，他已经。哎呦，蹲下，哎呦！我觉得陈琳可以来一个。我是学中国舞的啦。哇，你看就对了，深藏不露哈。哇！对了，美的。
简直了，惊呆了！大喜姐还说她紧张。首先，在这个整个舞台上，她真的是最忙的人，就是她这个不是在唱跳，她是唱合跳。而且就是我觉得大喜姐最厉害，就是因为她虽然平时其实唱歌的机会跟舞台比较少，但是她既然在台上唱，她不会被和声所干扰。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而且他们俩的这个声音好搭，而且他们配合的特别好。对，那可薇姐就不用说了，就是因为确实很熟悉，然后并且我们之前也合作过，然后非常了解她的无论是声音啊、音色能力啊，包括她这个游戏的段位啊。对，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我觉得真的，你们两个这一个组合简直是哇，就是天才搭档。我常常想象华语乐坛会有很多大山，就是你会在华语乐坛里面，铭记下你的声音，抹上一抹颜色。那我觉得这抹颜色就有郁可唯的名字。哇哦！然后，所以我觉得他谢谢今天的表现真的是心有戚戚焉，觉得就是说，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一座大山。你已经是大山了。谢谢谢谢。然后今天让我最为讶异的是金晨，真的是昨天已经退出过一次演艺圈了，是该退出演艺圈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当然我知道说跳对他而言可能是可以驾轻就熟的一件事情，但我没有想到就是说他在连接唱这个部分是可以如此的驾轻就熟。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今天这个舞台，然后我也真的很谢谢天赐可以把这个舞台展现得这么完美。然后再一次感谢金晨你的到来，希望你以后常来好吗？拜托。哦，感谢。宗伟哥都说拜托了，拜托拜托一定要来，拜托拜托不要退出华语乐坛。没有。接下来哈，气氛呢稍微紧张一下，金晨啊，因为你是第一次来嘛，你现在是很开心和舒服的，对不对？但你知道建音团的存在是干嘛的吗？当然知道。哦。我最爱看的一个部分，最爱看的部分。今天你身临其境，马上要面对他们的点评了。哦，对。有请建音团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金晨，你是凭着什么样的勇气来到天赐这个舞台？我想说，你应该有这个勇气。谢谢。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从第1季到第7季，从最开始的2个声音的合作，我们现在拓展到更多的领域，包括今年我们也看到小岳岳的加入，包括今天金晨的加入，我并不觉得意外，使这个舞台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因为原来我们知道推广一个音乐作品的时候只能通过音频，那么现在加入了短视频等等的一些多元化的因素，所以我们更需要更多优秀的人来到这个舞台。金晨今天表现得非常非常非常好，谢谢。这是真的吗？可唯是这个舞台的基本盘，只要有你在，这个舞台就是90分以上的表演。但是金晨的今天加入，这个舞台值200分，1人100分。哦，谢谢。众所周知，在天赐的声音这个舞台上，我才是最严厉的，所以他们说的都不算。金晨，你怎么有点慌呢？没事，来吧。知道他是谁吗？我今天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好。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天赐有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 slogan， 里边有一句话叫天作之合。那包括像今天可唯和金晨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拓展合作这个事情它的本身的含义。有些时候一个舞台的第一次，我们不要求它所有东西都是完美的。金晨，我觉得这样的舞台你以后可以多参与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谢谢。好的，我会的。马上要选出这一轮的带顶金曲，有请我们建音团现场合影。我觉得半湖纱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是《我不难过》。
你俩估计有点难过啊。一点都不难过。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掌声送给金生，谢谢老师，送给可唯，谢谢二位。接下来，向我不难过这个作品继续发起冲击的是，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黄霄云、刘端端，加油！哇，你好，你好，你好，久仰大名，终于见到你本人了。其实我当时追《庆余年》真的追得很上头。哦。当时剧里的二皇子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好特别。天赐首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专业的舞台，像最近的巴拉莱卡，然后包括还有上一届的9万字，我是很喜欢的。我当然也希望有自己有一首跟一个优秀的歌手合作的一首爆款嘛。其实我觉得空心是对一切都失望的一个状态。最近录制每天结束，我也不是空心状态，快接近那种状态了，就觉得自己哪里做的不好，会怕自己说错话。我的脑子永远都在想事情，闭上眼睛想完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经常想到天亮。对，我昨天本来很累了，但是我依旧放空到了今天早上10点。我会经常有这个状态。前段时间也有想过，我都不想干了。希望就是说，你的这个放空真的能够成为你的一种充电桩，让这个充电桩、这个放空给你提供这个能量，让它给你做你的充电宝，因为你是很多人的充电宝。这个歌是咱们俩以咱们自己的第一人称，是说我们2个人的故事。对我真的是有史以来难度最大的一首歌了，应该。这个歌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就没几个人能唱啊。太吓人了，它跨度就很高啊。这个歌真的很高，应该是到 E5还是到了 F 最高音，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合作者，又是这么好的一档音乐综艺，所以我觉得拼了，一直都在练，太想把它给做好了，所以就造成嗓子休息可能没有太好。第一次来到天赐这个舞台上，特别希望能够把这首歌给现场的听众朋友们给演绎出来。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后面成长。终于知道爱都有翅膀，都有翅膀，怎么拥抱它，终究要飞翔。飞翔，期待靠近也想被释放，奈何思念比恨更顽强。有个怀抱暖得像张床，
有份善良未想多晴朗，有一张唇美丽又疯狂，为何爱谁心都空荡荡？当我听说你一套丧场，狼狈回家带着伤，朋友都说那是惩罚，我的心却多么痛啊！虽然觉得爱都有翅膀，因为它所以会原谅，清明空气也想被释放，每个思念比恨更顽强。没有任何方法能阻挡，终于知道爱都有翅膀，还是愿意让你停靠在我肩膀，你也不用把我当作家，把我当成一个书包。特别我想问一下端端，你是有怎样的魅力可以让黄霄云扑在你的怀里？因为霄云在我们天赐舞台上有合作那么多的歌手，好像也没有这么的全情投入过，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从来就没有过。今天这一个温暖的怀抱就给到了端端，为什么呢？我其实之前会看端端哥的剧，但是，是第一次合作音乐舞台。他其实私底下是非常爱开玩笑，很有人格魅力的一个大哥哥。但是他只要一唱《空心》这首歌，他就杭州的大雨未必有端哥忧郁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投入在里面？有吧？那端端哥太棒了。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但在这里我要说一个题外话，大家觉得今天的端端唱这么难度高的一首《空心》，大家觉得他完成的怎么样？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从昨天到现在，基本上有空就去做嗓子的雾化哈，因为他可能为了这个他非常认真以待的舞台做了很多的准备。其实端端大家看到他其实很有音乐素养，对吧？虽然我们对他的印象更多的是来源于这个影视的角色，比如说大热的剧啊，《庆余年》呐，《二皇子》啊，可以跟我们说说你跟音乐的关系和音乐的故事吗？那其实对音乐呢一直是，很小就喜欢的梦想嘛。可能了解我的朋友也知道，在08年的时候与一首歌会失之交臂嘛。08年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吗？是作为那个主题曲《我和你》的一个备选歌手。所以你当时也在这个名单里面？对，我也在那个名单里面。哦。
原来我和你这首歌，原本我们的端端是在这个入选名列里面的，了不得。但无论怎样吧，时间荏苒嘛，只要你依然热爱这个舞台，你今天就站在了这个舞台。谢谢谢谢谢谢。今天下午段子哥问说，哎，这个弟啊，你知道嗓子突然一下哑了，临时有什么任何的那种特别厉害的办法吗？我思来想去，我说，有，睡觉。但是时间上来说肯定是没，因为嗓子这东西，你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一点办法。当时还在心想，我说，这个他一会儿的状态 O 不 OK？ 哎，但是心思我觉得我自己多虑了，太多虑了。因为他一上来张嘴的时候，他那个声音色的味道特别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那个情绪，如果你的嗓音过于干净，或者说，所谓的一个健康的嗓音的状态，其实未必有这么好的、这么对味的一些情绪跟情感。不光不会说是让大家觉得说你今天的发挥有没有是你自己最棒的样子，只会让人觉得说哇天哪，你太能唱了。所以说我觉得两个人这个舞台特别好。谢谢。我刚刚看完这个舞台之后，我就觉得哇，搭档匹配度100%，歌曲匹配度更加200%，就觉得很完美。我其实很喜欢最后一个，就是肖云在这儿，然后端端师哥在这儿，然后他俩这样错位。然后肖云往前就摸了摸那个端端师哥的头，我想知道这谁设计的？当然是他啦！哇，就是端师哥，他真的是个很专业的演员，就是他知道怎么去让大家走进这个故事里面，牛！哎，不愧是大我一轮的师哥，对，超级棒。所以大家也知道为什么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会邀请每位音乐人先品尝我们的鲜虫草，在舞台上为你们身体注入能量，有更好的舞台的表现。感谢我们的冠名商东阳光鲜虫草。刘端端，我以后禁止你称为自己是跨界歌手，把跨界给我去掉，你就是歌手。我太喜欢这个舞台了。谢谢郝老师，谢谢。我跟端端其实私下关系也很好的，端端的左耳是有一部分听不见的。一个人的左耳听不见，代表着你对于音准的控制是完全靠肌肉记忆。你知道这个有多难吗？端端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哦，其实这个东西，谢谢郝雷老师。就是其实，因为郝雷老师是我很好的朋友嘛，然后一般我们也不会在大家面前说这件事。反正就是有一年，因为那会儿真的很热爱音乐，然后也是没日没夜的在录音棚里，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熬夜，或者也因为时差也好，或者是戴耳机各方面吧，就造成了一个叫突发性耳聋，导致左耳呢就是高频全部就丢了，然后就造成这个听力只能听到30-40%。所以比如说在人闹的时候呢，我就会下意识比如说我跟肖云说话，肖云在这边的时候，我就说什么，你会觉得这样。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就像我们演戏一样，所以演员来说，我们不找外界的原因，就是不行就自己去，就是自己的问题，不要赖其他的。你如果想干的话，你就继续克服一切去干；如果你觉得自己有问题的话，那你就别干。所以经不得矫情。所以端端，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的左耳它还能痊愈吗？还是永久性的？耳朵这件事儿，随着大家的年龄增长啊，耳朵的听力是不可逆的。但是呢，挺好，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然后我就老说一句话嘛，其实故事的结尾一定是美好的。如果你没看到美好，说明还没有到故事真正的结尾。所以希望大家的故事结尾都一定是美好的。谢谢大家。刚才端端在台上的这个状态，是我在天赐7年以来见到的唯一一次，就是把自己的命扔在这个舞台上了，就是感觉我今天上了这个舞台，我这辈子都不唱了。就是你刚才从来没想说我的嗓子明天哑了怎么办，或者怎么样，你今天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个生命力全放在这个舞台上。刚才老梁在我耳边说赠了命了。我跟郝雷刚才回忆了一下舞姬我们看过的所有的舞台，我们看过一些舞台是有歌手把命交代在这个舞台上的，比如说周深和盖的《玫瑰少年》，比如说张靓颖和胡彦斌的《如果你也听说》。当我们两个在聊这件事的过程中，这是第一个舞台，我们看到2个歌手同时要把命交在这个舞台上，这是绝对超越音乐的东西，就是让人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感动。评价这种舞台，我觉得在谈技术没有任何意义，你们中间有失控的地方，但是今天你们把所有的失控全唱成对的了，
张嘴就是对的，这就是舞台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很厉害。好，是的，是的。谢谢。现场合议选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我觉得空心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待定金曲为《空心》。让我们恭喜端端，恭喜肖云，谢谢。哇，我们的角逐异常的激烈和精彩啊！到目前为止，我们本轮的待定金曲已经是空心了。向他们发起挑战的是，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有请周笔畅、杨丞琳，加油！其实这首歌我在前2期就想唱了啊，是吗？对，然后他们说需要时间，然后我就觉得这歌的缘分就是我们的了，哈哈哈哈哈哈！节目组然后过来说跟你2搭，我说啊，你也选了这首歌？你这个啊是哪一种啊？啊，有他还是啊，还可以2搭，都有。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其实我听这首歌我有哭过。那为什么哭？我真的没看过你哭哎。我觉得歌词很朴实吧，很生活，对。然后就是说说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很真挚，对。我可能不喜欢硬要煽情的东西，对，但是他那个情感很真挚，慢慢的，然后显现出来，然后可能在某个点，然后就会被打到。这首歌好像听起来很温暖，但是我觉得他是在讲无法触及的一个爱跟感情没有达成的这种遗憾。我是真的看这个会想到自己的故事，因为它里面不是老是讲，可是我们都忙。对。你知道造成我会这么逼迫朋友的那个时间，觉得不行，你们一定要时间给我，然后我一定要约成。其实就是在我20出头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当时我事业才刚开始几年，你一定会把握机会，有很多的事情，你可能就会选择说下次这样子。但我那个朋友在那时候就因为意外离开了。我开始告诉自己，只要是我认定的朋友，我绝对不会推掉跟他们的约，或者是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时间挤出来。就是你们能见面就见面，一定要把握住你觉得你喜欢的人，你喜欢的这个朋友。所以能够和他一起唱这首歌，我很开心。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表达。就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给大家有一个喘息的时候吧。对于没有办法停下脚步的人来说，有一种安慰的力量吧。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好想见你，想和你吃饭聊天。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和亲吻还有别的以后我们会散步聊天，讲一讲年轻时候我的倔强和你的不安，然后相拥经过那片花园停下来，
着当年你是忧伤少年，我是阳光女孩。以后我们会散步聊天，讲一讲年轻时候我的倔强和你的不安，然后相拥，经过那片花园停下来，回忆着当年你是忧伤少年，我是阳光女孩。那天我经过一片花园，可是你不在。现在我看着浪漫电影，哦，可是你不在。我们在忙，我们都忙，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忙着追求，还是忙着不一样的人生？我们都忙，好想见你，想和你聊天打闹。我好想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想要对视到彼此害羞，都在夕阳下一幕幕隐隐而来。哇！全场掌声送给 BB， 送给杨丞琳。这是你们的第2次同台合作了，对不对？是的。有比上一次更有默契，还是就觉得我们只要在台上一站，彼此就是相互托举？有默契啊，我觉得。我们很有默契，而且这首歌更需要默契。是的，它的难度是我们整首歌，然后都没有互相看对方，然后也没有肢体的暗示或者接触什么的，对。嘉威，今天这个舞台你什么感受？我觉得我刚刚像看了一部电影一样，然后2个人就是用你们的歌声，然后再叙述这些事情，然后整个音乐、整个表演让我很有空间感，去把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思念放进去你们的歌里面，特别喜欢那个那个设计。我觉得哇，好美好，然后就觉得2个人在对话的感觉，但是又没有看着对方。我觉得那个你们营造出来的那个氛围，还有那个空间感，是真的可以让我觉得哦，我好像也在思考说这份思念，我好像也有这个感觉，喜欢。其实这个歌曲本来是一个独唱的歌曲，它是很自我的一种情绪。这个作品真的很难，它其实原唱的唱法，它很多戏腔，然后它非常的自如。但是我觉得，因为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要做出自己的那种情绪的表达，首先
改版就非常的不容易。对于音阶来说，他们这个基本上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的伴奏的，而且刚才说了，他们最后要做一个非常稳的一个和声，其实难度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他们又在这种情绪上面又给了我们很安稳的感觉，就是我们不会去想他们到底会不会唱得不稳啊那种担心。所以这个作品是让我感觉非常非常温暖，而且非常好的作品。谢谢你们。好，谢谢。这首歌我想单独说一下程琳。我觉得程琳的咬字的特别的松弛和精致，然后呢，前面的主歌气声一直在铺垫，后面的副歌呢也没有用蛮力，然后呢，整个给人感觉发声挺科学的，然后强化了歌曲的诉说感，我觉得真的唱到我心里去了，我很感动。接下来要交给我们建音团老师现场合议，给出本轮的待定金曲。我觉得空心更好，我就知道。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轮的待定金曲为空心。让我们继续恭喜空心，也要谢谢比比，谢谢杨丞琳，谢谢二位。接下来向空心发起最后冲击的音乐人是王铮亮、黄子弘凡，加油！哎呀，终于哈，终于，这一次是第6期，我们上次是第6期啊，一模一样。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今年不翻小山坡了，我们翻大山坡。大山坡，我们翻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具有非常挑战的，没错，力宏的一首歌曲。爱错的话，我觉得它算男生演唱歌曲里前10的难度的这样的一些歌曲之一。我们正常平时会唱到的歌音域，假设是这么宽，那这首歌的音域可能是这么宽，可能是 double 的。这首歌太难唱了，不是一般的男歌手能够驾驭了的。原曲最高音是到降 E5，非常高。就是我唱这首歌会很兴奋，我觉得跟你配合。哎，怎么说？因为我觉得就我们俩可以唱这首歌。你这么说的话，我认可，是不是？不要播出去，播出去啊！不知道啊。至少我们这么多年的默契嘛，不是说随便找2个搭子就能搭的。那还真是需要2颗极其默契的人，以极其高的准度完成这次配合。很稳定。这个任务给到了2个最适合这个任务的人。简直合适，再合适不过了，真的是。2位都非常能唱，但《爱错》这首歌可能不仅仅需要能唱。大家更多关注到他的演唱技术，但是忘掉了他的歌曲的歌词，包括他的演唱的情绪递进才是更难的。如果你在前面不小心唱得过平，你的听感上会扣很多的分。爱山坡，我们就爱山坡。最后几段完全就是考验你嗓音的机能和你对情绪的控制，又不能唱破，所以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唱。唱爽 ，OK， 好不好？但我们2个其实还挺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能够给到大家一个属于我们2个版本这个爱错。和美五粮液，举杯共此时，干杯！干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北风毫不留情，把叶子坠落，脆弱的它选择了逃脱。叶子失去消息，风才感觉寂寞。
整个冬天，北方的痛没人能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翻开回忆角落，完美的生活，以为幸福都可以掌握。仔细回味当初那个故事背后，哦，原来是我，犯下从未承认的错。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在这少了你的世界，找不回那些感觉。其实我不想道别那些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我的爱错。这一次爱错超级经典的一首歌，而且开头做了很特别的设计，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就是其实，在开头的时候加入了一些就是比较丰富的这种人声的 a cappella 的这样的一个 intro 嘛，就等于是我会觉得说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氛围。这个呢是专门这个黄子他想的一个办法，因为他说原本其实是非常经典，但是呢在原本的之前如果加一个这样的话会比较有意思，所以他的专门的这个设计。对对对，就是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然后刚好那个小亮哥觉得说，哎，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玩一下，然后我们就很快的达成了一致。所以二位在演绎这首经典歌曲过程当中，你们是带入自己怎样的一种情感色彩，让它变得更丰富和独特？我们融入到角色的就是说，我们好像也是一个兄弟嘛，在相互的鼓励。原来是个兄弟局。大家知道你们喜欢的黄子呢，他本身除了唱歌以外，哇，几乎全能哈，而且别，我们小小的也不叫。考验或者搞得爱错也能唱跳啊！在给我搞笑。没有，我们就不要唱跳了。但我觉得有一个技能，大家知道黄子他居然有口技。哎，其实生活中大家其实我发现。一半的时候在做着自己的工作，一半的事情在无语嘛。啊，无语的时候呢，你就会心里面就会有那种乌鸦嘛。它乌鸦其实就是，它是这样飞过去。但是如果这只乌鸦
他会唱爱错。乌鸦唱爱错。如果这只乌鸦它在唱爱错，应该就是。哇，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哦，好厉害。那黄子除了模仿乌鸦以外，还有别的，对不对？我们来一个二胡的那个开头的那个重奏。美静。哦，你这个二胡拉得好，我这个二胡1级水平，你是10级水平，可以。他关键是把那种松香没有抹上去，还有点那种毛刺儿的那种感觉都出来了，是不是？那个嗓子的刮边。对。就那种可以，他确实可以。我觉得是很燃的一个作品，两位的声音出来，然后到后面情绪的递进，非常新的一个版本。而且黄子一直给我一种很阳光，然后他在表达的时候都很，我不知道恰不恰当，很喜庆。对，然后看他就特别开心。然后真亮哥也是，我觉得唱歌特别投入，而且可以把我听进去，所以我觉得两位的搭配是非常天衣无缝的。谢谢雨欣，谢谢雨欣。我第一次来天赐，第一首歌曲就是跟亮哥一块唱嘛，然后那首歌是偏比较抒情的，就是那首歌有多温柔，这首歌就有多有爆发力，就是我刚刚有点被吓到了。就原来亮哥的这个反差可以这么大，然后我又觉得啊，当时肯定是为了我的嗓音，所以必须得配合我，就要唱的软一点。对，所以这首歌黄子跟亮哥的版本是还挺炸，然后挺澎湃的，然后配上整个舞台，然后底下的前面的观众，我觉得好像就在看演唱会的感觉。谢谢你们，谢谢妈妈。亮哥、黄子，你知道你俩挑战了一首在互联网上被称为流行歌曲演唱10级的这个歌曲吗？这个和他相提并论的是《青藏高原》和《天路》，它很难唱。陈欢，我想先听一下他们两个的无伴奏人声。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你咋这么会唱？你咋这么会唱？你咋这么会这么稳？真的，那个音程真的是这么会，真的是哎，神点力气，神点啊！我先来说说看，说为什么这首歌曲是一首10级难度的歌曲啊？首先，这首歌曲它确实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它横跨2个多8度的音乐，但其实这首歌非常难的点是在不同的声音模式的切换，同时2位男歌手还需要在我们的第2换声区来回的摩擦，这个摩擦的点其实是挑战了我们男高音的一个声力的极限的，而且其中我还听到了亮哥在气混声直接切到胸声，比如说却不能重来过，然后再到第2个 verse 的翻开回忆角落的立马的切换，这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今天2位歌手在这些技术上是做得很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明白。好了，现在就在2首歌之间要选择本期的金曲了，稍后公布。2位稍作休息。接下来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惊喜的是我们的盲盒环节，让我们掌声有请盲盒歌手登场。10年也想不起你是谁，品尝过爱情的香甜，我舍不得喝水。
不惜牺牲一切，却只为了换一次拥抱爱的机会。被你牵着的手是不可能的画面，拥有你的时间已经不可能倒回。爱情像纠结的冒险，你说爱我太过浪费，太过狼狈，太过愚昧，都是我一厢情愿。尝试过爱恋，尝试过缠绵，最后还是失眠。而脆弱无助的黑夜，都是你留的脸。我尝试过亏欠，尝试过敷衍，最后还是失眠。忍住怀念，却清醒过一整夜。繁華的氣車聲，又叫我清醒，是你又來宿命。如果可一覺不醉醒，把你困於夢境，為何逼我失戀，又要我清醒，面對絕情確認，願我記憶沒你記憶沒記性。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 Suki 刘淑雨。我想问大家一下，这首歌大家听过吧？失眠。这首歌呢，在2026年呢，就今年呢爆火，而且已经被选为年度的10大单曲。这就是原唱本人。今天第一次在这个舞台唱这首歌，所以我有点紧张。但这首歌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呈现了哈。哎，我们的陈琳就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呈现过。Hello Suki， 我觉得你一定要多唱现场。这首歌你比 CD 唱的好听100万倍耶！就是我听你现场唱，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太好听了。就等于说今天 Suki 是还原了 CD 版，就是音乐配置非常非常少，就是钢琴就是一个主要，所以我觉得好厉害。谢谢。这么好的歌，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创作的故事吗？这首歌是我在16岁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参加了一个比赛，然后就很意外的赢得了冠军，那个奖金是100万。16岁就100万。然后呢，你用这个钱干嘛？我就制作了一张华语专辑，《失眠》是其中的一首。哇，这是人生最好的一笔投资，因为他在17年以后的今天大放异彩。哇，多么神奇的一个故事哈！我有个更神奇的故事，你该不要跟他一起比赛吧？他是马来西亚人嘛，我也是马来西亚人，我们30年前就认识了。什么？然后我们是一起学唱歌，同一个老师，一起成长。我要去找那老师。真的，我8岁开始学唱歌，他7岁开始学唱歌，我们差1年，然后一起出去比赛。我们的一起不是擦身而过的一起，是真的在一起学，真的在一起。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惊喜。我觉得这个舞台很神奇，它让我其实我们中间已经很多年没有交集，就是老师是我们唯一的联系，对，然后。直到这一次来到这个舞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神奇，是我们2个录同一期，我们在30年后同台了。对，所以这个缘分实在太奇妙了。真的，我在嘉威的身上学习了很多，非常珍惜你，很棒，非常开心。经常在今天听到一个词叫过时，啊，你这个歌过时了。但是有些时候好的作品是不过时的，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发现新的歌看起来很容易，但其实挺难的，因为每天有5万首的新歌出现。今天这首《失眠》能被大家听到也是幸运。除此之外，我其实更希望下面的年轻人多去听一听所谓的黄金年代的歌手，
可能离你们的距离比较远，但是那个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音乐宝藏。那些音乐是滋养我们这些人成长的，我觉得这个感觉很美好。再次谢谢 Suki， 希望以后经常来天赐做客，带着你的新作品，好吗？把掌声送给 Suki。好了，接下来到了我们本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要在2首歌、2组音乐合伙人之间选出1首歌成为本期的推荐金曲，交给我们的建音团现场合议，给出结果。我觉得爱错更好。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本期的推荐金曲是黄霄云、刘端端《空心》。让我们掌声恭喜刘端端、黄霄云、空心，有请2位来到舞台。接下来，请接受来自东阳光鲜虫草的3重荣耀加冕，有请2位。日照金山礼盒致敬天赐之声。谢谢。金色唱片刻录永恒的天赐之声，以及这一枚内置了原声高光片段的先生荣耀 AI 勋章，正如我们的东阳光冻干鲜虫草，锁住每一份鲜活营养，这一刻的高光也将被我们永远珍藏。荣耀定格，掌声再起送给2位，谢谢各位，谢谢，谢谢。确实站在天赐的舞台，每个音乐人都不容易，又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用生命去热爱。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预言即刻敬意。好看，爱看，2个帅哥，谁不爱看呢？简单来说，情敌。那我还是他。